明明已经尽力了，却还是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不够好。明明已经很疲惫了，却还是对自己喊不能停，不能休息。你总是要求自己更多，比任何人都严厉。你以为那是负责，你以为那是成熟，你以为那样才会被认可、被爱、被接纳。但在你不为人知的夜里，有多少次你躲在棉被里无声地流泪？不是因为谁对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对自己太狠，狠到连自己都无法安慰自己。你努力要证明什么，却越来越感觉不到爱。你总是把别人放在前面，却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透明的。不是这世界冷酷，而是你对自己的方式悄悄成为你给世界的讯号。当你对自己冷漠，世界就会跟着淡漠；当你对自己严苛，世界也会跟着要求更多；当你对自己充满责备与怀疑，机会与爱也会对你犹豫不前。但当你开始学会温柔，当你愿意说一句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当你愿意在失落时抱抱自己，当你不再逼自己走得那么快，这个世界也会慢慢开始松动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原以为必须拼命才能换来的肯定，在你放下武装，选择真实之后，竟然自然地靠近了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遥不可及的理解与支持，在你不再批评自己之后，竟然就在不远处等着你。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好了，而是你终于放下对自己的战争，让宇宙可以安全地靠近你。温柔不是脆弱，而是一种力量，是一种你选择不再对自己举起刀子的成熟，是一种你终于懂得爱自己不是懒惰，而是一种深度的修复。心理学说，内在的自我对话模式决定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。你内心的语言会反射出外在的遭遇，你怎么对自己说话，世界就会用相同的语气对你说话。当你对自己说你怎么又失败了，世界就会安排更多让你怀疑自己的机会。当你说没关系，这次我陪你慢慢来，你会开始吸引那些也愿意等你的人。请你不要再逼自己撑下去，不要再以为爱自己是奢侈，请你允许自己喘口气，允许自己放松肩膀，允许自己被好好对待。你不需要等到成就什么才值得被温柔对待，你现在就值得。你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，像是每天早上睁开眼时，对自己说一句早安，今天也谢谢你；像是晚上洗澡时，轻轻抚摸自己的皮肤，说你辛苦了；像是每次犯错时，选择安慰，而不是处罚。这些看似微小的温柔，会一点一滴重建你的频率，会让你内在那个一直努力被理解的小孩，终于有地方可以躲进去，被抱着，被允许。当你开始这样对自己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别人也开始对你更宽容，那些你曾觉得遥远的爱与连结，开始向你打开门。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成为了一个愿意爱自己的人。宇宙回应的从来都不是表面的行为，而是你内在的状态。你怎么对自己，世界就怎么对你。愿你从今天起学会对自己温柔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还会不习惯，哪怕还会时不时想回到责备的老路，请你慢慢来，慢慢学，慢慢疼自己。你会发现，当你越来越温柔地活着，世界也不再那么坚硬，它变得有光，变得有风，变得像你心里真正渴望的样子。而这一切，只因为你愿意先为自己打开那扇温柔的门。你每天都在对自己说话，只是你可能从未真正留意过，那些话语的语气是温柔的，还是苛刻的？是支持的，还是责备的？是让你靠近自己，还是让你离自己更远？
你心里对自己的语气，其实决定了整个人生的走向，因为那不只是语言，那是你对自己的定义，你对自己的态度，你发出的能量。当你对自己说，你怎么又搞砸了，未来就可能一次次安排让你怀疑自己的剧情。当你对自己说，你永远都做不到，人生就会配合演出一幕幕让你感到无力的场景。而如果你对自己说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未来也会因此慢慢放下对抗，给你更多缓冲，更多理解，更多刚刚好的机会。你怎么说话给自己听，未来就怎么说话给你听。宇宙不只回应愿望，它更回应你说话时的能量语气。不是词句的华丽与否，而是那语气背后，你如何看待你自己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有礼貌，对别人要温柔，但没人教过我们，对自己也要有耐心，要柔软，要说出善意的话。于是我们长大后，外表成熟，心却残留着一个不断挨骂的小孩。那个小孩在你每次犯错时被责备，在你表现不够好时被羞辱，在你想休息时被批评懒惰。他学会了害怕自己，学会了不相信自己的好。而你没发现，这样的语气早已变成你对生命的语气，也变成生命对你的语气。它让你总是遇到批评你的人，总是遇到看不见你努力的环境，总是觉得怎么别人都比较被支持，却忽略了你是从自己开始没有被支持的。真正的转变不是对外求什么机会，而是对内练习新的语气。试着练习说，虽然我现在还不完美，但我已经在往前走。我知道我正在学习，这不代表我失败。我值得被理解，哪怕现在我还迷惘。这些语句不只是安慰，它们是一种能量的改写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语言会重新塑造大脑的神经连结。当你持续以支持的语气与自己对话，你的大脑会开始相信这是真的，你的情绪会逐渐稳定，你的行动会变得更有勇气，而整个人生的磁场也会跟着转变。世界没有义务对我们温柔，但我们有能力先对自己温柔，让温柔成为一种频率，再让世界学会用那种频率来对待我们。请你试着回想，在你感到最孤单、最挫败的那一刻，你是怎么跟自己说话的？是批评？是指责？还是沉默的否定？还是你愿意拥抱自己那一点点的脆弱与想要被爱的心？你不需要一下子变得充满自信，你只需要开始改变语气，不再对自己那么苛刻，不再用你怎么又开头，不再把失败当作定义，不再把过错当作价值的衡量。你可以练习在失落的时候说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没关系，我陪你。在迷茫的时候说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再慢慢走。在害怕的时候说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会在。这样的你会开始拥有不一样的磁场，不一样的气场，不一样的世界。因为你心里对自己的语气，决定了未来对你的语气。未来不是靠努力换来的，是靠你怎么看待自己而吸引来的。当你愿意用爱与理解对待自己，未来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走向你。那不是奇迹，是你开始对自己说对话语后的回音。而那个回音会带来你从未想象过的柔软光亮。有时候你会感觉好像一切都停住了。你曾经那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你曾经那么努力地对齐那个愿望，你做了冥想，写了清单，练习视觉化，但某一天，你突然发现，一切都卡住了。你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你开始焦急，开始怀疑，甚至开始对自己失望。是不是我做的不够？是不是我太贪心了？是不是我根本不配拥有那么多？
这些声音在你心里悄悄浮现，像是一种熟悉却不愿面对的气味。你以为你只是在问问题，但其实你已经在对自己发出批判的讯号。显化卡住的时候，很多人第一个念头是我是不是错了，但真正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我是不是又开始对自己太苛刻了？你对自己的语气是不是开始变尖锐？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又悄悄调高了？你对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开始怀疑它的价值了？我们往往在愿望停滞时，会下意识地把错怪在自己身上，觉得是自己不够纯净，不够努力，不够配的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正是这种对自己的苛刻，让频率开始浑浊。因为你不是在显化，你是在监控自己。你不是在信任生命，你是在施压，在逼迫，在怀疑。宇宙不会因为你放松而放弃你，它只会因为你对自己失去温柔，而找不到那条能量的通道。心理学与神经科学都告诉我们，长期的自我苛责会让身体进入慢性压力模式，让创造力枯竭，感受力降低，灵感被阻断。这不只是情绪的问题，它也真实地影响你的行动力与接收力。而显化需要的是开放的能量，是一种你愿意与宇宙合作的状态，不是逼自己完成任务的压力，而是你从内心温柔地说，我准备好了。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卡住了，请你不要急着强迫突破，请你先停下来，看看你心里是不是又开始对自己太不宽容，是不是又在说，这样还不够，你应该早就要做到，别人都走在前面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你可以慢慢转换，不是为了让显化变快，而是为了让你回到自己的心里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已经走得很远了，虽然还没到终点，但我值得被肯定。我可以放下比较的焦虑，因为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的节奏。我允许自己休息，不是因为我懒，而是因为我在整合新的能量。你不是因为做得不够才卡住，而是因为你太用力了。你把愿望当作压力，你把进度当作评分表，你忘了，那些你渴望的东西，本来就应该在爱里被创造。请你从今天起，给自己一点空间，给自己一点呼吸，给自己一点信任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对自己变得温柔，显化也会变得轻盈。当你对自己不再急促，宇宙也会开始重新对齐你的节奏。愿望不是任务，它是一种邀请，而你需要的是柔软，而不是鞭策。让显化重新流动的关键，从来不是做更多，而是爱回来。爱你此刻的样子，爱你还在学习的样子，爱你不确定却还愿意相信的样子。因为当你开始爱自己，宇宙就会开始回应你。而所有你以为卡住的地方，都会悄悄地松开了。你可能曾经以为对自己仁慈是一种懦弱，是认输，是放弃，是逃避责任。因为这个世界总是推崇坚强，追求效率，崇拜拼搏，于是你学会了咬牙，学会了撑，学会了把痛当作成长，把压力当作动力。你以为必须逼自己到极限，才有资格获得那些梦想。你以为仁慈是一种退让，是一种会让你掉队的迟缓。但在你无数次熬夜焦虑，在你责备自己不够努力的深夜里，你是否有过那么一刻，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？你开始怀疑，这样值得吗？我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狠？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，真正能让人长期成长与稳定的，不是压力，不是惩罚，而是来自自我仁慈的稳定支持。仁慈不是让你停滞不前，而是让你有空间，有呼吸，让你能在跌倒时不摔碎，
能在脆弱时不自责，能在迷路时还愿意再走。对自己仁慈，不是退让，是召唤新的可能。当你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，我还在学，你就在允许新的学习方式进入生命。当你对自己说我现在需要休息，你就在给灵感与创造力一个新的容身之所。当你不再用应该与必须逼迫自己，你才有机会听见我真正想要什么。那些真正能改变你人生轨道的答案，从来不在高压的要求下诞生，而是在你愿意放下防备，让自己软下来的瞬间，悄悄靠近你。宇宙的语言是共振，而你对自己的语气与态度，就是你发出的震动。你越是仁慈，你的频率就越纯净，越清晰；你越是宽容，你就越能承接那些超出预期的美好。因为当你对自己仁慈，你也开始打开接受的能力，不再只是靠控制，不再只是靠意志力，而是真心准备好去迎接。你会开始吸引那些尊重你界限的人，懂得你节奏的人，愿意慢慢来，愿意一起走的人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你能量场的自然回应。你以为对自己仁慈会变慢，但实际上它让你走得更稳。你以为那是软弱，但其实那才是最深层的力量。在你愿意抱住自己的那一刻，你也同时在抱住你还没实现的愿望。你说我允许我现在的样子，宇宙就说那我也允许你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我们常常太快要到达，以为只能用推的，用逼的，却忘了真正的成长是被呵护出来的。所以从今天起，请你练习不再那么严苛，请你允许自己慢一点，乱一点，软一点。请你承认，你也需要照顾，也需要疼惜，也需要被自己好好对待。那不是退后，那是你在为下一个版本的自己蓄能。那是你在说，我愿意用爱来迎接改变。那是你在邀请更多的可能，更多的宽容，更多的宇宙支持。对自己仁慈，是你最深的信任，是你最柔软的力量，是你向世界发出的讯息。我准备好了，不是因为我已经完美，而是因为我已经愿意爱我此刻的样子。你是不是也曾怀疑过，当自己慢了下来，放下了追赶，是不是代表自己不够积极？当你不再逼自己时，是不是别人就会说你放弃了？这个世界总是急着要成绩，要成功，要结果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努力，要上进，要不可以懈怠。于是你也学会了逼自己，在还没准备好前就出发，在情绪未平复时就继续前行，在还没爱自己时就试图去爱别人。你以为那是成熟，但其实那是一种长期以来的自我忽视。而当你终于想慢下来，休息一下，看看自己时，你却又对自己产生了新的质疑：我是不是太懒了？我是不是退步了？我是不是不再够格追求我的梦想？但你不知道的是，真正的自我接纳从来不是懒惰，它是一种最深层的力量，是一种你终于愿意与自己和解的态度。你不再逼迫，是因为你学会信任；你不再评价，是因为你开始尊重；你不再比较，是因为你终于承认。我不需要成为别人，我只需要成为我。心理学家说，自我接纳是改变的第一步。不是因为你放弃改变，而是因为你在改变之前，先学会了拥抱现状。当你愿意说出我现在的样子也没关系，不是你决定就这样停下，而是你给自己的心一个喘息与重整的空间。那是一种温柔的力量，不像努力那样喧嚣，但却能稳稳地支撑你走更远的路。自我接纳是一种尊重，尊重你当下的情绪，尊重你目前的状态，
尊重你的伤痕、历程与不完美。它不是怠惰，而是你终于愿意把焦点从应该成为什么转向我现在正在经历什么。当你这么做时，你会发现那些你一直追着跑的东西会开始慢慢靠近你，因为你不再用否定的方式逼自己前进，而是用理解的方式滋养自己成长。宇宙回应的不是你的完美形象，而是你真诚的频率。你怎么对待自己，宇宙就怎么安排节奏。你若接纳当下，世界就会在这个当下为你开门。请你记得，你可以在疲惫的时候选择休息，不是因为你懒惰，而是因为你知道，休息是对生命的深度回应。你可以在迷茫的时候选择停下，不是因为你放弃梦想，而是因为你正在清理前往梦想的路。你可以不完美，你可以不确定，你可以还在等待，还在疗愈，还在重建。这些都不代表你退步，而是你在更深的层次为生命铺一条稳定又真实的路。这世界不需要你一直证明什么，你也不需要靠不停努力来换取存在的价值。你存在本身就值得被珍惜，而当你愿意接纳这一点，生命也会开始接纳你，以更柔软的方式，更多的理解与支持，在你身边展开。所以，请你不必再为自己的节奏感到羞愧，不必再因为自己还没达到什么而怀疑自己。你只需要练习一件事，在每一个当下，好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说一句：我在这里，我愿意相信我这样也可以。因为自我接纳从来不是终点，它是你通往自由、丰盛与平静的开始。你是否曾经对外界表现出一种样子，但心里却藏着另一种真实？你微笑，却其实想哭；你说没关系，却其实很在意；你假装坚强，其实只是怕没人接得住你的脆弱。这不是虚伪，这是我们为了生存学会的保护色。你以为只有这样，世界才会接受你？你以为压下真实的自己，才不会让人失望？但你不知道的是，每一次的不诚实，不是对他人，而是对自己，都会悄悄消耗你的能量，让你与自己越来越失去连结。而当你与自己断了线，宇宙也无法准确地读取你的愿望，因为你发出的讯号变得混乱、矛盾、破碎。对自己越诚实，能量场就越纯粹。纯粹不是指你完美、毫无杂质，而是指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，不再伪装，不再隐藏，不再逃避。你说你想要自由，但你心里还被恐惧绑住。你说你想要被爱，但你不敢承认自己其实害怕被看穿。你说你想显化美好，却不愿直视自己内在的不安与质疑。显化从来不靠强迫正向，真正有力量的频率，来自你愿意面对真实的那一刻。当你对自己说，我现在真的很害怕，你并不是在削弱能量，你是在释放压抑已久的阻塞。当你对自己说，我其实很嫉妒，很失落，很脆弱，你不是在后退，你是在让真实开始流动。心理学说，情绪一旦被承认，就会开始转化。而每一份被诚实看见的能量，都会变得干净，有方向，有力量。你不需要在人前表现出一切都很好，你只需要在人后，愿意对自己说实话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其实还不确定那是不是我要的，我这么努力，其实是因为我怕被忘记，我表现得很好，但其实我很想有人拥抱我。这些诚实不会让你失去什么，反而会让你找回自己。当你的内在越来越诚实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需要那么多掩饰与解释，你不再需要强撑不属于自己的模样。
你开始选择真实的关系，开始吸引能与你共振的人，开始靠近那些不需要你表演的机会。这就是能量场纯粹的魔法。它不会让你变成谁，但它会让你终于成为你自己。你越真实，宇宙越能为你导航；你越坦白，宇宙越能帮你整理前方的路径。你以为那些脆弱、复杂、情绪化的部分会让你显化失败，但其实那些才是你频率中最有力量的讯号，只要你愿意诚实面对、拥抱与释放。所以请你不再逃避自己的情绪，不再对自己说谎，不再压下那些你早已听见的心声。你的灵魂在等你承认，我其实不想再伪装了，我愿意让我的能量变得干净而真实。从那一刻起，你不再需要努力维持形象，你只需要诚实地活出自己，让那份纯粹的你成为磁力场，吸引那些真正属于你的事物靠近。因为对自己越诚实，你的人生就越透明，宇宙就越清楚该怎么回应你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